走，看山去。高山反应的一系列后果，由轻到重，我把它列了一下，大家别自己吓自己，但是要知道这些东西。第一集叫心悸、气短、四肢无力，就心慌，各种难受。这一集不重要，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反应。你没这个反应反而不正常，感觉你不是一个低原人，叫自我适应。这个时候也不用操理它，慢慢就适应了。或者他就心慌气短，你不要多跑就完了嘛，走路慢慢的走，没事儿。到了2级的时候，头痛、厌食、失眠、反应迟钝、腹胀、便秘，这个时候就比较难受了，肚子不舒服、头疼、头晕的，这个时候就要吃一些药啊。吃什么药我们后面说。到了第3级的时候，记忆力减退、恶心、呕吐、心脏压迫，这个就比较严重，比较少的人出现这种情况。但是如果你突然要挑战一下自己，我敢不敢爬一座山呀？我敢不敢负重干个什么事儿呀？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。这个时候赶紧吸氧，吸氧就可以应对它。到了4级，浑身浮肿、发烧、咳嗽、咳血、肺水肿，就有了病了。这个时候就必须就医了，吃药也不行，吸氧也不行了，就要去医院看看了。越来越厉害啊！到了5级，意识模糊、昏迷、窒息，这个时候要立即急救，先采取急救。如果跟前没有医院怎么办？赶紧把氧气给它先吸上，氧气吸上，迅速撤离。所以到了珠峰大本营呀，好多高山的地方，要有这样相应的准备啊，不要打无准备之仗。还有一些长期影响，这些长期影响会在你的后半生一直起作用。比如说掉头发、早衰、肤质变差。肤质变差是因为紫外线，我们后面会详细讲。还有色斑，就过早的衰老了哈，色斑会比较多。血盲，这个比较可怕。血盲是什么东西？眼睛短暂性失明，在高原上眼睛短暂性失明。高原的血盲有2种，我简单讲一下你就知道了。第一种血盲是因为长时间在刺眼的阳光下行走，比如说在雪地上，知道那个大雪对阳光的反射几乎达到95%，就是我们直视雪地的时候，几乎等于直视太阳。说到这儿，大家就明白，我们每个人可能都经历过血盲。你眼睛直视太阳1秒钟，然后接下来有好几秒钟你眼睛什么都看不到，这就叫血盲。到了青藏高原的话，你没有墨镜，没有采取措施，你就在雪地上走了很久，眼睛一直盯着雪地，你接下来可能会出现血盲，你需要及时调整休息。这个问题不大，过上1天2天就恢复了。但是有一种血盲是紫外线引起的，紫外线英语叫 UV， 这个紫外线分成 A、B、C 3个级别。A 级的紫外线是伤害最大的， A 级的紫外线能直达人的真皮层，过多的暴晒你的眼睛的话，你的眼睛会产生血盲，这个血盲就是真性血盲，比较难以治疗。如果你长期暴露在紫外线之下，产生了血盲以后，你可能真的就瞎了，所以到了高原上戴墨镜特别必要。到了高原上，你看那个西藏人或者整个青藏高原的人，你看他的眼睛和我们不一样。你看西藏人的眼睛，眼白里面红血丝特别多，甚至眼白不平整，眼白里咯里咯哒的，眼角上也是咯里咯哒的，充血红肿。西藏人这种现象特别普遍，实际上这就是紫外线的伤害。后面我会详细的讲这个如何应对高反，这是一系列的事情。我写了这么8条。简单念一下，大家就明白了。调整好心态，遇到问题解决问题，没有问题不要吓唬自己。我从高原上下来以后说给我自己的啊，也说给所有人。被高反吓倒了，但是你并没有高反，所以没事不要吓自己。第二，放慢节奏。第一次没读过书，不了解高反这个东西为何物的人，到了高原上，哇，好漂亮的草原什么，就狂奔一下，跳起来飞跃一下，突然之间，哇，我咋了？一下子呼吸不来了，心胸这么难受，四肢软的，腿一下子软的就站不住，滚到地上了。这就是短暂性缺氧，所以放慢节奏就没事儿，原地休息，躺在车上休息会儿就好了。多喝热水，防寒保暖，尽量休息好。即使厌食，也坚持吃饭。消化不良就少吃肉，多吃蔬菜，及时补充维生素，吃当地食物，尽量吃当地食物，这是一个诀窍。为什么要吃当地食物？后面我再讲。第5个，停酒戒烟，谨慎洗澡。抽烟的话，平时猛烈的吸几口烟，可能都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为什么？缺氧啦，那也是一种高反。所谓高反就是缺氧。到了这个地方，你再吸烟，吸烟它本身要消耗你体内的氧气，你就是雪上加霜。所以这个地方尽量的把烟停掉，停酒。
谨慎洗澡什么意思呀？有的人到了拉萨没事儿，到了高原没事儿，坚持每天要洗澡，一洗个澡，糟了，特别难受，浑身那种痛啊，那种乏力。就不知道莫名其妙来的，就跟冷风钻到骨髓里那种感觉，那就是一种比较严重的高反了。所以说谨慎洗澡，洗澡要消耗特别多的体内能量。第6个，借助药物啊，要吃什么药物后面说。第7个，吸氧，我不认为吸氧会产生氧气依赖。到了高原觉得难受，该吸氧就吸氧，不要听他们说一吸氧就产生氧气依赖了，没这回事儿。想想，如果吸氧就产生氧气依赖的话，我们上了高原还敢不敢下来？或者西藏人还敢不敢到我们低原？一个道理。第8个，就医或者及时撤离哈，这是应对高反的一些基本办法。抗高反有什么药物？这个比较关键，大家想去高原大概都得记下来。第1排直接是抗高反的药，红景天、高原安、VC 泡腾片，补充维 C 的，也可以让我们身体的机能调节好哈。葡萄糖补充能量的，都可以随身带上一些。感冒药在高原上感冒了几乎好不了啊，几乎好不了，所以不要感冒，预防为主。肠胃药因为缺氧呀，身体会各种变化，消化不良，所以肠胃药也是有必要的。创可贴、眼药水这2个东西专门列出来，就是必须带上。到了高原上，如果有个小磕小碰，你的伤口会比较难以愈合，所以有个创可贴有备无患。眼药水嘛，眼睛干涩，戴墨镜是一方面，点眼药水非常必要啊，要不然几天下来你眼睛疼。普通的那个润眼呀这些东西就行，但日本的眼药水这几年比较流行畅销，确实也做得好。带上一瓶那个日本的眼药水也不贵，特别好。最后一个药是我重点推荐，这是我个人发现的阿卡芬散头痛粉。到了药店买这个可能还买不到，处方药带有麻醉功能，找关系都能买到，特别便宜。前几年我每次进藏1毛钱一袋，1块钱买1条子，所以买上几块钱的一拉1条子。这个药常上高原的那些高手啊，我看国家地理的那些科学家呀，那些摄影大师全部都拿这个。这个东西的作用是什么呢？止疼嘛。高反比较难受的时候，晚上让你失眠，就是头疼的睡不着。最简单的办法，治标也不要治本啊，你治不了本。吃这个阿卡芬散，把头疼给缓解了，头不疼了就可以睡觉。如果上高原只推荐一种东西，我就推荐这。我以前经常买上这个东西，谁要去高原我就送他1块钱，送他1糊片，特别有用。睡个好觉比吃什么药都重要，所以说想办法睡着。到了高原上最困难的就是睡不着，睡不着还不累，这个东西可奇怪的。有些传闻没有依据，我给大家说哪几个传闻没有依据哈。第1个，坐火车、汽车上高原比坐飞机更容易适应高反，就是说一站一站的上，逐级慢慢的上，没道理。有的人坐飞机直接去了，也活蹦乱跳，也没事儿啊。有的人可走得谨慎了，也是高反的一塌糊涂，一路上吐过去了。所以说这个没有任何道理，高反没有规律可循。第2个，这是最多传的人这种高反，叫做男不如女，胖不如瘦，高不如矮，一点道理都没有。我们现场有一个嘉宾来了，葫芦哥，葫芦哥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。你看葫芦哥是个男的，是个胖子，请坐，身高很高。你们知道他一个人开上车开1个月把西藏走遍，他没事儿，其他人都难受，他没事儿。他是个反例啊，这就是反例。所以说这传闻没有根据，不要相信。你想去，因人而异，小马过河，自己称的自己就可以。不要说哎呀我太胖我不敢去，我血压高我是不是不敢去。我认识一个人高压常年在180左右徘徊，自驾车也跑了一圈也没事啊。当然不代表这个血压高确实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啊，在低原也挺危险的，还是要想办法把它降下来，不要冒这个险哈。可以去，但是不要冒险。然后吸氧会产生氧气依赖，这纯属胡说，该吸就吸，不要跟自个儿过不去，不要难受的要死了还坚持不吸，坚持不吸，你知道哪一刻是你生命临界点吗？所以说别跟自己为难，该吸就吸，而且吸氧一定没有什么氧气依赖。有高反就有低反，有高山反应就有低原反应。低原反应是什么？习惯了高原的那些人，到了低原以后会不适，他们会怎么样？会醉氧，氧气太多了，他就醉了。那醉氧的简单表现是什么？嗜睡
睡得醒不来，每天瞌睡的，什么事儿干不成。我每次走高原，走上1个月，下来以后1周时间，我大概调整期，我就特别瞌睡。我每天吃完饭我就睡一觉，睡起来中午了又饿了，再吃一顿饭又睡一觉，总觉得睡不够。奇怪，我怎么了？那个轻微醉氧的一种反应。所以高原人在低原待久了，再返回高原也会有高反。这个很正常。我走大北线的时候，我们一个小导游，日喀则地区萨迦县的人，你想萨迦县海拔多高呀？他在那个地方长大的，在北京民族大学上大学。第1年说，我从那个大学放了寒假回家的时候，到了唐古拉山，坐火车一过唐古拉山，这个地方海拔5000多，我一下就晕倒了。他就是高反了嘛。所以高反低反都很正常啊，你的身体慢慢在适应它。高反没有规律可循。我曾经在西宁的时候难受的彻夜难眠，但是我在纳木错4009的时候睡得特别香，还喝酒，无所顾忌。有的人说刚上去难受，待一段时间就不难受了。我在山南地区看到一个驻藏干部，他说刚到西藏的时候那几个月一点问题都没有，特别舒服。但是接下来这2、3年把我痛苦死了，每天都盼着赶紧把我掉下去离开高原。所以高山反应没有任何规律可循，他想来就来了，大家做好准备就行。看2段话，伟大的灵魂有如崇山峻岭。我不说普通的人类都能在高山上生存，但1年1度他们应该上去顶礼，在那里他们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，在那里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。以后他们再回到人生的平原，心中充满了日程战斗的勇气。这句话鸡汤大师罗曼·罗兰，罗曼·罗兰了不起啊，法国作家，1915年的诺奖获得者，写过什么约翰·克里斯多夫呀这些著名的作品。他对高山反应有一个特别高深的认知。再看一句，高山体验是一种自我实现的瞬间，是人类最美好时刻的一种体验，是人生体验之极致。感受到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颤栗、心快、满足、超然的情绪体验。说这个话的人更牛，叫马斯洛。一说马斯洛，你们可能知道哈。马斯洛提出了人生5个阶段的价值，你处在哪一个层面，人生能不能达到最高阶段，叫自我实现。马斯洛认为高山反应是自我实现的一种极致体验。所以说我们在座的人去趟西藏体验一下高反，这辈子人生最高价值实现了。这多好呀，这是马斯洛说的，我觉得是有道理的。